可能今天有很多就是在看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今天这几个是不是有点细过呀？因为我们奇葩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节目，所以我们有很多10几岁、20几岁的我们亲爱的支持者们，就好羡慕你们，因为暂时不用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节目一定会让你从心里想说，我明天一定要对我爸爸妈妈好一点，一定会这么去想。但是我敢打赌，隔1个礼拜您就忘了。所以，我有个小建议。能不能我们建立一个联系？你找一个你最喜欢的事情，把它和你的爸爸妈妈联系起来。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看《奇葩说》，你能不能跟自己约定，就成为一个条件反射？以后每个星期你看2次《奇葩说》的时候，你想2次你的爸爸妈妈。或者说你喜欢撸串儿，然后你把撸串儿这件事情，每次你去跟朋友撸串儿、喝啤酒的时候。想想你的爸爸妈妈，可能你会觉得说，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和父母联系起来好像有点扫兴。那我觉得，把任何事情跟父母联系起来都不扫兴。不太对。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方式，可以提醒我们把一些不该忘了的事情别忘了。奇葩，你不奇葩？对。这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认知。是的，我这么多年一直靠着我自己对自己的认知活到现在。你看多奇葩！何老师，为什么你觉得他是奇葩？有一次他来录我的一个节目，然后他就穿着睡衣来的。你看那边那个，谁穿着睡衣来的？然后呢，不只是说穿睡衣来，而且就是后来就开始脱鞋上炕，就开始盘腿聊大天了。你们什么节目有个炕？我们那个节目是不把任何东西当成什么东西，我们想把它当成炕，它就是炕。所以你们是一个上节目。哎，不。我刚才在底下，我带麦的时候，我跟小花我们俩就在聊这个节目，非常的好玩。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很佩服他们的脑洞和他们解题的思路。然后小花跟我说的是，她对于自己的判断，你刚刚说的是没有，因为我跟她说我不适合这个节目，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有态度，但是我没有观点的人。这个节目我看过2期，有一期是那个讨论就是父母什么对得癌症要不要那个治疗的那个对绝症要不要鼓励对，他？然后我什么都没听见，我一直在哭。还有一个就是看见，还有一个就是你拿我们当偶像剧看了是吧？其实差不多。没有，前提是什么都没听见。对，然后另外一期就是看见我好哥们廖凡来啊，我当时就觉得那么笨嘴拙舌的一个人都能来，我觉得我也能来。对。后来我发现他在喝酒，我想那我也得喝点。你是来之前喝的还是自己现带？我不用你们，我自己准备了。哇！哎呀，来宾真好，但我也不错，我可以喝奶。什么牌子的奶？哎呀，你这样说我就不好意思提，它是纯真酸牛奶。好，那说到小花呢，其实大家喜欢她，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她的个性、她的颜，当然更重要还是她的表演。那么喜欢小花的观众会非常喜欢她演一些比较高冷的角色，对，比如说像这个少帅里面、闯关东里面，包括像师傅里面，也有人说高冷的角色是不是只要在镜头面前表现得不开心就可以演好了？就是演一个高冷的角色，是要求一个人是性冷，不是是一个是一个性格冷淡的人吗？我觉得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前面更性格冷淡的人吗？我倒觉得，如果说演一个高冷的角色，只需要摆出一副不高兴的脸啊，说明宋佳演技很高超，因为她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人。是，因为有的人是很丧，就她很漂亮，但是很丧。你说这个词儿的时候，干嘛这么盯着我？对，丧的人就是看了以后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我每次看到罗振宇老师，我觉得他活着我特别没有意思。小花经常会在她的微博上，包括有很多时尚的杂志上分享她的街拍。那么，宋佳的街拍是很有个性的，就是我觉得你有3个特点：第一，装淡，装特别淡啊，装什么？装。没有，是妆面很淡。这个妆面很淡。这个节目就聊天特别难继续啊，我知道，常常打岔，都往那，而且岔的都特别那个。对，妆特别淡，妆特别淡。第二，腿特别长，还不错。第3呢，就是穿衣服特别没规律，
有时候很妩媚，有时候又很帅气，可攻可受，是这意思。可攻可受。我跟你说，很难聊吧？太难了。那有的时候，我想问一下，精心的经营那么多街拍的形象，小花，你怕不怕某一日，当你没有好好打扮的时候，被狗仔拍了，突然一下形象扫地？我就是这样的，对我所有街拍跟生活中拍到我都是俩人，对，因为首先街拍是我的工作，那个是修图师、造型师、化妆师他们的作品，跟我没什么关系。生活中我要那样，我就成神经病了。好多人看到都说，哎呀，他怎么那么邋遢呀？其实我生活中就特别邋遢。那你会想到因为这个要去躲避一些拍摄吗？我没想要躲避，因为我觉得也躲不了。也躲不了。人家在暗处，你在明处，你怎么躲呀？就是尽量把我拍的好看一点，我觉得就行了。好，我们感谢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独家冠名我们的奇葩说，同时呢也感谢奶后吐真言的蒙牛纯真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好，我们来酸牛奶，酸牛奶。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辩题，请看。我是白森，一个即将奔8的老人。最近，我的好朋友老金鱼约我结伴一起去养老院过集体生活，那里设备齐全，还有专业护工，还可以和老伙伴们一起跳舞、耍剑、嗑瓜子、打牌。简直就是专为老人定制的养老乐园。我为这个想法兴奋了好几天，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跟我的孩子开口，我很纠结。你们说他会支持我去养老院吗？我会支持的。支持啊！我肯定反对啊！支持吧？不支持。支持吧？支持吧？反对。反对。支持。反对。承欢膝下嘛，父母养老就是我们晚辈的责任和义务。我挣钱不就为了孝敬他们吗？养老院可能不如我伺候的好吧。现在关于养老院，感觉印象还不是特别好。养老院太拘束了。我觉得我爸妈开心就好，他们想干嘛就干嘛。他们都辛劳一辈子，然后到了晚年的时候可以，和自己喜欢的朋友生活在一起，我觉得也挺好的。不影响平常子女给父母的一些关爱什么的。所以，父母提出要和老伙伴一起去养老院养老，该支持还是反对呢？我看到今天这个阵容，我特别有信心。你看，女总裁、女知识分子、女明星，社会的各个层面，可以从各个角度去剖析，对不对？像你这样一说，我觉得我们简直胜券在握了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对面的阵容，有这个职中欧巴黄志忠，他的确是有一些生活经验，因为以他的年纪，他现在就处在养老之中，他可能对养老这个话题呢会有很多个人的体验。老年人睡得少，起得早，打起电动的时间更多。陈明肯定在宇宙中心呼唤。哎，我想知道他们这么不孝顺这一题，他作为一个儿子，又作为一个父亲，他怎么呼唤啊？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其实还是说的好像老了就啥也不能干。那万一你女儿以后把你送到养老院，你会怎样？什么叫把我送到养老院？你想去养老院？我发自肺腑好吗？先听听大家的意思。您的爸妈提出要跟老伙伴一起去养老院养老了，这个时候你是按下红键支持，还是按下蓝键不支持呢？各位，请选择。你要相信，只要你足够有魅力，总有一个人会穿越汹涌的人潮找到你。你要等。怎么一个人都没有？雪花飘飘。用海飞丝清除头屑，才能与真爱来电。Hey ladies， 哇，好，嘿，哇，原来扫海飞丝 logo 居然有钱。
2、1。哇，74位支持，26位反对。那么我们今天2位下凡的导师，请用你们的小米手机亮出你们的直方。全林老师是正方，支持；马东老师是反方，不支持。好，康永哥，您的观点是？没有观点，没有观点啊？没有观点的意思是，女神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哇哦！那罗老师您呢？岂不是要陷我于不仁不义？怎么样我就必须得不怎么样。那我先问问女神好不好？来，小花儿，这事儿咱怎么看？支持。对啊，一定支持的嘛，怎么会对不支持呢？罗老师就不这么想。你不是把爸妈都接过来一块住了吗？对啊，不支持对啊呢？但是因为我的职业是演员，我平时陪父母的时间特别少。但我爸妈是那种特好的爸妈，他们就是完全支持我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所以这件事上，我觉得如果是他们真的想要去做，他们觉得去那儿更快乐、更自在，我觉得我当然要支持。如果他们只是为了不给你添麻烦呢？啊。你为难女神干什么？我跟大家说，康永哥只要不下凡辩论的时候都特别不好惹，因为他特别闲，你知道吗？怪不得老把我派去辩论，原来是防着我。所以你罗老师真的是觉得应该不支持，对吗？在辩论场上，什么真的假的，就不支持了，怎么着？好，反方先辩。我们今天反方第一辩是谁？好，欢迎刘楠。刚才这个小片儿，前面把养老院说的特别好，听得你们都心动了，对不对？我们冷静一下，回想一下他前面说什么：设备齐全，床位宽敞，吃着瓜子儿打着牌。大家觉得这些用语像是一个老人自己考察了养老院之后的用语吗？这词儿全是好的耶，发现了吗？这听起来像什么？只有一种形式的词儿，全是好的没坏的，就是广告。广告现在不能信它字面意思，你要从字面意思读它背后的意思。说什么远离闹市喧嚣，安享静谧晚年，实际那地儿离北京300公里。然后在养老院里面挖一个大池子，就是1线豪华水景。养老院门口有一 ATM 机，就是紧邻中央商务区。广告不能全信，你要不能看它字面意思，对不对？中国式的老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容易被影响，容易信广告。我自己都中过这招，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回家，我发现我爸买了几万块钱的保健品，而且没牌子，连蓝帽子标识都没有啊！几万块钱保健品堆在那儿，我当时看了我非常震惊，我说爸，我是一个 CEO 哎，你要什么我给你送，我给你买，你买这个不知名的品牌花了几万块钱，这不是钱的问题，我感觉是对我的一种羞辱，对不对？我就特别好奇他为什么要买，果不其然，那个保健品的销售加了他微信，我一看是个漂亮小女孩的头像。这应该恭喜你啊！我看了他们聊天记录，这个聊天记录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爸爸，你今天早上腿不疼了吧？”我当时气炸了，你知道吗？那是谁爸？那是我爸！你叫什么爸呀？是你叫的吗？但后来冷静了一下，我想想，我应该去谴责这家保健品厂商无下限的销售手段吗？我谴责不出来，因为是我自己叫爸爸叫少了。我爸他不是看不穿，他是心里有一块空缺，他宁愿他看不穿。所以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老人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他到底要什么。养老院能解决看护问题，也能解决同龄人的社交问题，但这就是老人要的全部吗？老人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有2个方面。第一个，老人要的是生活的烟火气。
生活的烟火气。什么叫生活烟火气？他就是忙忙叨叨、絮絮叨叨的操心孙子上学，觉得今天土豆涨价了。他虽然抱怨，但他其实乐在其中。你知道吗？其实最治愈老人的不是诗和远方，那是年轻人。老人最治愈他的地方就是你家楼下的菜市场。为什么？那里面全年无休，新鲜的蔬菜瓜果，人声鼎沸，热闹异常。他把老人扎扎实实地拖拽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生活中，让他少一点胡思乱想，对吧？有时候你看到老人，他一天天在衰老，那个是不可逆的过程，但是生活的烟火气可以拖拽着他，让他老得慢一点，对不对？第二个叫做生命的朝气。大家想，老年人更喜欢参加葬礼还是喜欢参加婚礼？养老院是什么地方？它是一个随时可能会有人死亡的地方，随时可能会有人离去。你看着他周围的床位，今天空了，昨天一起吃瓜子的人找不到了。老人的情绪本来就非常脆弱，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你还要求他能够保持健康、积极、快乐、阳光的心理，这个要求太高了，他做不到。老年人需要跟年轻人在一起，去感受这种生命的朝气和活力。对方可能会说，我们今天不反对老年人跟年轻人在一起，老年人跟年轻人在一起，我们支持。现在养老院经常干嘛呢？跟幼儿园联谊。我就是一个幼儿园的学生的家长。我们不会这么说你是幼儿园。我就真的去过这种联谊会。你们知道是什么情形吗？简单而说，就是幼儿在中间表演节目，外面围一圈老人观看节目，在外面再围一圈幼儿的家长拍照。然后你回去，你把那个照片拿出来，你看一下，老人的面部表情都是木的，他不笑的；幼儿的表情也一般。笑得最开心的是谁？就是我这种家长。所以你说，到底是你在陪伴老人，还是老人在娱乐你？所以，综上，我的点基本讲完了，结论就是不应该同意。好，我们到正方的一辩是，来，麦子燕，请。我先给大家探讨一下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人到老年有3种养老模式，一个就是自己独居，还有一个是跟子女同居，最后一种就是去养老院嘛。现在最普遍存在的就是自己独居，但是你要想啊，我辛辛苦苦把这个孩子拉扯大，我为什么要落到一个独居的下场？怪也只能怪你的孩子太牛，你的孩子牛到去不同的城市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这下老人懵了，老人怎么办？只好加入这个空巢老人的大军当中。然后下面就是跟子女同居。跟子女同居这件事，理论上看起来特别的美好，但实际上实现它的机会真的非常的少。我们举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你妈看不惯你老婆，然后你妈现在想通了，老娘要爽，不管你们家了，我要去养老院。这个时候你不支持你妈去养老院，难道你要把你老婆送到养老院去吗？你妈去了养老院可以潇潇洒洒，你老婆在家里也可以开开心心。你为什么不满足一个想聚众养老的老太太的愿望？这样相比下来，大家会发现，养老院比独居可能更加稳妥、更加安全，比同居更加舒适、更加自在。但是也有人会担心，养老院对父母而言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对于一个恋家的老人来说，他可能是不愿意去离开自己已经舒适的环境的，所以他为什么要去？因为有老伙伴在啊。父母决定跟老伙伴去养老院的时候，其实也说明他做好了准备。这跟你不是一次赌气，也不是一次预设，是他自己想要去。如果你此时此刻干涉了他的这个请求，结果将是下面这样。张姐，我不能跟你去养老院了。老王，你说什么？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去养老院做少女天团的吗？张姐，不是我不想去，我们家小宝说他不放心，他担心我。此时此刻，
张杰只能哽咽着说不出话，因为他内心已经开始咆哮了。担心你，你的孩子担心你，我的孩子不担心我吗？现在我们都觉得孩子已经大了，所以我们安心了，想去外面过天天马杀鸡的日子。我都做好准备，你现在跟我说我不去，说好的姐妹大于天呢？你渐渐会发现，老年人有老年人自己的生活，老年人有老年人自己的需求，而养老院除了满足这些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之外，它还会提供一些特殊的服务，比如撰写回忆录。回忆录都是给哪些人写的？回忆录都是给那个觉得后悔办阿里巴巴的马云，还有要掏出小米搞视剧的雷军写的。马老师，你有没有回忆录？你没有，我查过了。我失忆。像马老师这样的大咖都没有回忆录，而你的爸妈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搞到一本回忆录留给后世瞻仰，是不是很高级？是不是很厉害？广告。除了回忆录之外，对方辩友不要插嘴。除了回忆录之外，养老院还有一个特殊的服务，特别让我心动，那就是怀旧电影院。一群老头老太太手牵手步入电影院，庆贺的是什么？老子终于不用再跟那群孙子抢电视了。我跟我的老伙伴去看我喜欢的怀旧电影，追忆我以前的青春。也许我以前留下了不少的遗憾，但是我现在过得爽，也是蛮不错的嘛。你爸妈再浪，也就是叛逆去个养老院而已。你以为他天天都愿意待在家里面给你带孩子吗？抱歉，你的孩子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可爱。我不是要问你支持不支持，我是来通知你这件事情的。说到底，距离可以产生美，但是对你的父母而言，距离能够让他喘上气儿。那接下来到潇潇来，欢迎。哎，这道题吧，要聊父母，也不太方便说脏话。好难啊，真的好难。很多父母本人都说脏话。我跟你们说啊，麦麦一看就是没什么生活经验的女孩。她说：“你以为你爸妈真重视你的意见啊？也就是通知你一声，哎，可能我们真的拦不住他们。那他通知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很关键了，对不对？他演了那么多，没一个演到点儿上。来，我给大家演一演。你妈回来跟你说，孩子啊，我跟你王阿姨要去这个养老院养老了，你也不用操心我们，你觉得怎么样啊？好嘞，妈妈，我现在就去给你收行李。我多支持我妈呀！我告诉你们，现在老年人戏可多了。好，然后他又设想了，他说什么？你儿子不让我们姐妹就此情断。真实的情况其实是这样的。哎呀，王姐，还有小李呀，你们都能去啦。怎么办呀？我儿子不让，哎呀，他就是不让，他心疼我，他不让我去养老院。是呀，真烦，管我管得可严了，你们知道吗？还给你玩姐妹情。来，我给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观点，为什么我要反对我妈去养老院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我要报复他。你说不要威胁老年人，让他们自由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小的时候，他怎么没有让我去追求我想要的生活？我小的时候，我想学这个唱歌跳舞，我妈非让我学这个钢琴啊，什么五子棋啊、毛笔字。现在家里我掌权，我就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健康老年生活。我
我就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最美不过夕阳红。小的时候，我想去夏令营，我妈多担心啊，怕我吃不饱穿不暖，磕着碰着，然后还有人贩子把我拐跑了。长大了，我妈也变老了，然后她想跟她的老伙伴去养老院。妈，我也担心您呐。您看，养老院是干什么的呀？老年人无非也就唱歌跳舞嘛。你在哪儿不能唱歌跳舞啊？你跑到养老院跟一群老太太唱歌跳舞，搞不好还要给你来个什么勾心斗角似的。您这么大把年纪，您参加什么女团呢？你其实我们要说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理解我们父母，因为很多时候父母主动提出来，可能是觉得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但在这里我要跟我妈说，妈，你去养老院一点都没有减轻我的负担。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们说平常老年人在这个家里面社区啊，这个楼底下跟其他的老年人，他们干什么呀？攀比。他们比什么？谁的儿子工资高，谁的孙子考得好。去了养老院之后，你知道他们比什么吗？探望的次数。我压力多大呀？我怎么能让我妈输呢？所以妈，你觉得就是这样减轻了我负担？其实并没有，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你看，我们小时候读书，对不对？我小时候上学，我妈呀，每逢这个教师节、各种节日，就给我们老师送挂历。倒不是说希望我们老师对我特殊照顾，就是希望老师吧，就是公平对待，因为大家都送。你说，我妈去养老院了，我是不是要帮她打点一下？哎，我是不是得跟这个护工打好招呼？我是不是得跟这个院长打好招呼？院长看我这么有才华啊，新春晚会让我去报个幕，我敢不去吗？对不对？是不是？是。而且我告诉你啊，父母去养老院啊，其实一点都没有减轻我们的负担。所以啊，你说我把我妈留在家里吧，我照顾她一个人；我把她送去养老院，我照顾一个系统。其实我妈也给我提过几次去养老院，但其实要么是在跟我吵架的时候，要么是她觉得最近我没有怎么联系她的时候，会不会是她是觉得我们陪她的时间不够多啊？我们大家赚钱其实是为了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我相信没有人赚钱是为了让父母去更好的养老院，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第一季《奇葩说》总决赛的时候，我跟微微 PK， 我聊到我妈；我第二季我跟秋晨1v1 PK 决赛的时候，我也聊了我妈。说起来，我也真是成就了不少人。是因为那2道辩题真的跟我妈有很大关系吗？其实没有。但是，当我紧张、我害怕、我失措、我头脑一片空白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妈。我就是要说她，我说她能让我安静，能让我放心，能让我觉得我咬咬牙这一关就过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妈是给我的最后的一个安全感。所以我不愿意把这份安全感交给别人去寄托，我也不希望这份责任由其他人来帮我分担。所以如果我妈跟我提出她要去养老院的话，我会跟她说，妈，儿子还没长大，您去养老院干嘛呀？陈明老师是不是？好，来。这个几季奇葩说了，总是自己灌鸡汤。今天听到对面嘎嘎的鸡汤味，一碗碗的。前面2位的问题，我们一一来看啊。小小演了一段戏，煽了一段情。我们先说戏的问题，这个要实实在在，我们要回归到生活细节。有没有父母以赌气的形式提出这样的要求？有。我在抽到这个题之后，我不是跟我爸妈吵架的时候聊到这个话题，我是抽到这个题这个持方之后，我给我爸打了电话，我说你要是有一天跟我提出来说你想跟老伙伴一起去养老院，你希望我有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爸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区分我是气话还是真的这个想法。气话一般是这么讲，我要去养老院了。我爸不说养老院，我爸的口头禅是他要出家。真是，因为他有时候跟我妈吵架，然后有时候跟我们有些争执，他脾气特别暴，他受不了，他桌子一拍，我去当和尚，我要出家。这是气话。很多人在家里吵架就会说我要去养老院了，我这你们过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你们看你们家里一个什么样的玩意儿，我走了。这是气话。但我跟我爸说了，我爸原话跟我说的是，如果我很认真的跟你说我要跟老王、老张和老李去出家，玩呢，这不是气话，因为已经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啊。生活当中，如果有个朋友跟你说我想去欧洲，这可能是个梦想，他想说，哎，我跟你讲，我要跟我的室友几个谁和谁和谁一起去，这意味着开始查攻略了，开始搜目的地了，开始制定行程了。当他已经锁定了老友的这个选项的时候，这是一个不是气话的讯号。然后我就是问了第二个问题，我说那我是支持还是反对？对你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呢？我爸的原话是说，如果我支持，他会走得比较洒脱；如果我反对，他还是会去，但是脚步会沉重一点，他会带有一丝丝的内疚感。他真的怕他去了养老院，儿子在外面名声不好听，他怕这件事情的社会舆论给他带来的影响，这是他真正关注的事情。然后是刘总刚才讲的那一段，他说这个老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两句话：生活的烟火气，菜场；生命的朝气，孙子。这是特别典型的一种青年和中年用自己的理解来对老人的幸福观进行的刻板偏见，非常非常的典型。我们总觉得这应该就是老人想要的生活的性节的根基啊。但我们细想一下，生活的烟火气是嘛意思啊？楼下的菜场嘛，就帮我们做饭嘛；生命的朝气还帮我们带娃嘛。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这样本能的推断？因为我们生活中老人就在这么做，老人们一直在这么做。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价值观影响环境选择，有的时候不是，是那个环境铸造了他们的价值观呢。他们天天就只能下楼去买菜呀。他们觉得你们工作那么忙，我只能来给你们带孩子，带了几年。他们除了认为这件事情我做得真的很幸福，又能怎么想呢？我们还信了。这个题目其实很东方，我们客观来讲，强调这种亲情和家的连接，宗系血亲文化。我当然承认，饱受这种文化浸染的，当然有一部分家长他真的以此为乐。这部分家长是不会给你提出题目中的要求的。那有没有一波很洒脱随性的老人呢？有没有65岁还在染红发的呢？他真的就是想跟老人在那去打牌，他才有提出这个要求的那个可能吧。然后你跟他说，老人的幸福价值就应该在生活的朝气、生命的朝气和生活的烟火气当中呀，妈。烫什么头跳什么舞啊？买菜做饭是正道啊，妈。隔壁大妈们都这么做的呢，是谁在绑架谁？这是刚才我听到了之前两个观点之后所想到的，在真实生活当中有冲突和悖论的地方。然后还有个最根本的误区，是对方对养老院、对当今2017年这个时代中国养老院的现状的极大的误解。养老院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我给你呈现几个养老院的普遍细节，你可能好理解一点。养老院的马桶旁边都会有2个铁杆的扶手，是因为我们普通人上完厕所站起来很轻松，老人不一定，老人需要扶一下。因为猛地一站起来是极其容易引起血压变化的，他要在那扶一下、站一下，再慢慢的走过去，这是安全。我们普通家庭能做到这样的细节吗？好一点的养老院，老人一进去，一人一个手镯会带在身上，全天候监测血压、脉搏的各项讯息，出现任何血压的变化和脉搏的变化，第一时间通知到养老院的安全中心，护工和专业的医护人员会第一时间赶到。我们怎么做到？如果我们真心为一个老人好，我们想想，老人年纪大的，说实话，到了70，到了80之上，谁更专业啊？你真爱父母，就把最专业的那个部分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他跟着老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环境？是一个专业的环境。而我今天反过来想一想，我们现在自己的父母住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住在一个叫做家的地方。但我客观点讲，我身边跟我同龄的朋友，跟父母真的住在一套房子里的是极少数，有很多在一座城市，但是在2套房，还有更多是直接就在2座城市。很多时候父母在老家，然后我们在北上广深，可能在省会，在这样的城市。
那个地方叫家，可是我们不回去，那就是他们老两口住的一套房子。他们住的那个居所跟养老院那个居所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真正的区别是他没有朋友，那里没有他们的那些老伙伴，他没有那些专业的医护细节，他没有那些为所有老人制定的所有的那种保护到你安全和健康的所有点滴之中，他没有那个让他自由自在去生活的心境，他只能期盼着你回来，然后你告诉他，他所有的幸福来源就是亲情，我舍不得送他过去，你画地为牢了，拘束了他的价值观，还要以此为要求斩断他通向其他道路的途径，不地道啊！这孩子做的不地道。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养老院不是牢房，是可以回来的。爸妈今天提出来说，我想跟老伙伴们去住养老院，我大大方方说，爸妈去体验嘛，我去挑好一点的地方让他住啊。住了，爸妈您觉得开心，我给你续费嘛。先交个半年的，开心来1年的嘛。住了以后也觉得不开心，我家大门常打开，欢迎您回来呀，welcome 嘛。爸妈要觉得带孩子舒服，回来我们跟孩子一起成长嘛。可是你总有爸妈觉得那个老伙伴打牌、跳舞、下棋、喝茶、开心、利落落，那就到那边去嘛。我们提供的是2条路，乙方为什么就把1条路斩了呢？所以归根到底，爸妈说想去，有可能是他的价值观对幸福的理解，我们放；有可能是他想进行的一次人生体验，我们支持。我们不要用我们的那种对老人幸福的价值理解，给他的选择施加哪怕一点点压力。我们提供多个选项，这也许是这个时代尽孝的一种更好的方式。薇薇，哎，来了！看陈明有一点非常强，他无论站在哪个池方，最后都能呼唤出爱来，你知道吗？我说你都已经要把你爸你妈送去养老院了，你居然还说这是一种更负责任的方式，服！你说的其实不是一群老人，他说的是一群老超人。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才会结婚生子，然后再把自己孩子的孩子带大？特别注重家庭亲情的人。什么样的人会去养老院呢？我告诉你们，反而是我啊，飞飞大王啊，胡建彪啊，黄执中啊，秋晨呐，我们这些不结婚不生子，就想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人，知道吗？我们的价值观从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我们更爱友情，我们更爱向这个世界的探险。我要看到宇宙的疆界，我也要永远看不到宇宙的疆界。大家有没有想过，真正会去结婚生子的人，他们憧憬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家庭生活呀？老伴儿永远在身边，孩子承欢膝下，孩子一天天长大，没事就跟我唠嗑。等他的孩子也长大了，我把原来跟他爸爸讲过的故事，再给他也讲上一遍。你能想象这样的老人？他忽然活到70、80岁，基因突变，整个价值观完全颠覆，说我要去放飞自我，寻找诗与远方，留个脏辫儿了。我觉得，如果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因为你们的亲子关系出现了问题。我不想讲的特别残酷，说是你们家有剧烈的矛盾，从此永不相见，断绝父子关系。其实这些都是太极端的情况了。你知道我们跟我们的父母真正会发生矛盾的地方在哪里吗？不是我们不爱父母了，也不是父母不爱我们了，是他们感觉他们在这个家里不再被需要了。而我们特别懂事儿的父母，在感觉到自己不再被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特别懂事儿的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我离开这个我已经经营了60、70年的家，把空间让给孩子和他的孩子们。父母这么懂事儿，所以我们就不懂事儿的由着他们懂事儿吗？别人退一步，我们就真的要进一步吗？何况是对自己的至亲之人。第二个点，老人是什么？老人就是不萌还作的小孩儿，他们比小孩还闹人。
固执，啥都要，也给了之后还叽歪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一年365天，我跟我爸我妈关于秋裤以及类似的问题可以发生3000次以上的争吵，而每次争吵都以我妈说生你不如生块叉烧告终。你知道吗？在很多极端情况下，我想过断绝亲子关系，再也不理你俩了。你就知道老人他其实是很挑剔的。明白吗？他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说，我们家老人可随和了，可挑剔了，特事儿。一般保姆伺候不了他们。你们有没有试过家里请个保姆，然后被辞退了18个？你妈看他们一直不顺眼，有没有这种情况？都有吧。他们很挑剔，所以对方说，那我们请更专业的人士就可以照顾他们了。你们有没有回忆过小时候？小时候你们有没有去过幼儿园？幼儿园的幼儿园老师是不是最专业的幼教老师啊？作为新生的父母，他们是不是最不专业的父母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想跟幼儿园老师一辈子生活在一起，还是想跟自己的爸妈一辈子生活在一起？你出门在外哭着喊着的，是说我想爸爸想妈妈，还是我想刘老师？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多么专业的照顾，他们都会有孩子那样的敏锐的心灵意识到这里面没有爱，这里面有足够的金钱。他们连自己亲生孩子都嫌弃的时候，他会知道他的晚年是一个被金钱构筑的晚年。而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每个老人都会在不安中去世？我怕活得太长，我的钱已经不够了；我怕我活得太短，我的儿孙福还没享够。你把他放到老人院去，其实已经把他流放在家庭的亲情之外了。对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想象，叫做这个世界上有很好的老人院。实不相瞒，我也是去考察过老人院的人。你知道吗，陈明？养老院的收费跟现在的幼儿园一样，你说的那么好，你没有说收费。低等级一点的，至少也3、4千一个月；贵的4到10万一个月。你觉得这是一个对中产家庭合理的建议吗？其实不是的，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这道辩题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第一不是针对的是富豪家庭。因为对于富豪家庭来说，他们不存在父母是不是去养老院养老的问题，他可以自己在家给父母建一个养老院，对不对？真正的赤贫家庭也不会有这种苦恼，为什么？因为一家10来口人都等着吃饭呢，什么养老啊，我现在要活。中产家庭面临着这个极度痛苦的问题，我的钱只够在城市里倾其一切供儿子娶上媳妇儿，买上房子，养起孙子。想过没有？你们的首付哪儿来的？想过没有？你们月供怎么这么轻松？这个时候，你真的能自信地说，我可以送我爸妈去全世界最好的养老院吗？别逗了，你只能让他们去做最常见的养老院，有双人间，有单人间，要按时吃饭，等于参加女团。不要自我安慰，不要自我安慰。我们今天其实做的是一个什么选择？我今天一直在想，我今天在做一个什么选择？你们老说我们要给人生更多的选择，陈明，你知道什么叫选择吗？一个对的，一个错的。那不叫选择，你傻还选那个错的呢，对不对？2个都是对的，那不怕选择，选哪个都很爽啊。人生最痛苦的选择是什么选择？2个都是错的。那个时候我们要选择的是，我们更能背负哪种错误带给我们的代价。到父母足够老到他们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得跟他们一起住。而且我不会说这是和谐的一家人，我已经预见到我爸我妈，周旋义他爸，周旋义他妈，我周旋义，我们2家会闹得势如仇寇，因为他性格根本不合。我也相信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跟周旋义也会彼此渐生怨怼。我相信这一切都会在发生的。可是这就是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呀。
这是我们一般人生活。你知道，在这个选择里，我承受的是什么吗？是生活琐事的磨难。可是我可以打点精神在面对这一切，因为我父母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不怕面对这一切。可是还有一种选择，陈明你们说的更容易的、更好的、更多的选择，就是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去。你们家不会再有吵架，你的中晚年生活会很幸福，你可以跟你的老公2人世界，或者跟你的老婆2人世界，加上你的孩子3人世界都可以，你会过很平顺的几十年，周末去看看父母就可以了吗？但是你知道这个选择背后的那个痛苦是什么吗？有一天他们不在了，你想去看他不在了。一个周末的晚上，你习惯性的开车去到那家养老院，没了。你会怨恨自己一件事儿，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因为一些琐事就离开他了呢？你会怨恨这件事情，我再也没有办法挽回了，你知道吗？中国人经常说一句很土的话，叫子欲养而亲不在。但是你知道吗？孝顺这个词就是由后悔构成的，无数个我们做错事的瞬间，无数个我们割舍不了的瞬间。所以我今天要求你们做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你可以选更轻松的路走，你未来30年父母都在养老院，你开开心心周末去看一眼。你也可以做一个更艰难的选择，你一直跟父母吵吵闹闹，但是等有一天他们真正闭眼的时候，你可以对你的父母说，你们这一辈子对得起我，我这一辈子也对得起你。我觉得我已经改变了，改变观点了是吧？对，我觉得是薇薇的讲述当中，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是想到了，就是真的是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件事情。其实不是说选择更难的一个，而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就是离去告别，这可能是这个终极难题。但我相信陈明有办法，我们没办法。因为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的陈明，因为爱是万能的啊。没有，这个话题爱不是万能，来，爱不是。薇薇姐讲的真的很感人，但是真的离题了。就是我们是选择把父母留在身边，还是把他们送去养老院，这是错与错的选择。我想问薇薇姐的这个问题是，如果真的老人他真心想去，而且他觉得那个时代即使老了也想追求自由，我们应不应该尊重他的选择？不是我们要帮他做选择。我会觉得我爸妈特别懂事儿，但我不忍心让他们为我做这种牺牲。陈明，我跟你讲一个很真实的故事。我们几个老僵尸住在北京，我能说，我们几个老僵尸住在北京，然后我们的父母都来看我们，因为我们都不是北京人，我们都是外来的，我们一起租房子住。你知道吗？我爸妈来我家的时候不敢住我家，他说我们薇薇从小就不习惯跟别人一起住，如果我们这次去住了他家，那下次秋晨爸妈来也住他家，玄艺爸妈来也住他家，薇薇会被烦死的。他们有那么多对父母，薇薇肯定很受不了。那我们不住他家，我们住酒店。我相信我爸不愿意住我家是真心的，可是这种真心，我就这么受了吗？我就这么觉得坦然无愧吗？所以有一天他一定会怕麻烦我说，那我们去住个世界上最好的养老院吧。他一定会像我跟他报平安一样跟我报平安。我跟他报平安都说我在北京特别好，我录影一点都不累，发展老顺利了，马东个人极其崇拜我。可是这些都是真话吗？真心说出的不一定是真话。陈明，那是情话呀！你这个傻孩子。薇薇姐太懂了，所以其实我太理解这样的父母，他真一心为孩子好。我的父母也是。有没有一种父母，他们的幸福的源泉没有那么靠近于亲情和孩子，
他们在意自己的人生历程，有没有？哪怕只有1%，那1%真心以自由为追逐的老人，人老心不老，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陈明，你问我，人有没有0.1%的概率？说到概率，说到可能性，我一定说有，因为事无绝对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毕竟是要讲给大部分观众听的，是大部分父母是怎么想。我只是说，那种更开明的、能自立的、快乐的去度过自己的晚年，会出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不会出现在我爸妈他们那代人身上。你知道他们那代人是什么人吗？他们讲究的是集体主义，他们不知道怎么玩，他们只知道他们是社会的一块砖、一块瓦，哪里需要哪里搬。他们为别人牺牲一辈子，他们没有自我，但他们却要容忍自己的孩子突然有了自我。你让他们在60、70岁的时候，老狗学会新把戏，说爸，这个时候你是风筝，你是雄鹰，你要展翅，飞不动了，太老了。陈明，你知道吗？我爸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就是理工科的博士。你知道我爸现在用电脑都怕吗？因为他觉得触屏电脑好神奇，生怕被我用坏了。你知道人老了之后会变得多胆怯、多懦弱、多无能吗？你想想，你教孩子的时候，陈明，你要问我1%的可能，我承认不是1%。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的节目不只有我们看，我们屏幕前面还有很多10到20岁的孩子，也是奇葩说的主力。你觉得在他们的父辈会出现我刚才说的这样的父母吗？我总有一个想法，陈明。我做儿女的时候，要求自己做最好的儿女；我做父母的时候，要求自己做最好的父母。所以我绝不在做儿女的时候期待父母为我做什么。这个问题在东方比较常见。刚刚有一点陈明说的是对的，西方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其中可能有几个差别，其中一个差别刚才在讨论当中也展现出来了，就是我们东方的亲子不太习惯说实话，我们不太善于跟爸妈或跟子女沟通，我们会猜对方在想什么，对方说他想什么，我们都不信，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在试我。我们话都讲3分，7分用猜的。潇潇像刚刚前面也讲了，当然你是开玩笑的，我知道，就是不管是那种跟王太太说，你看我家子女多怎么样，或者是妈你怎么可以去呢？大家会笑，为什么？因为有共鸣。为什么有共鸣？因为我们跟家里的确是不是这样直来直往的，搞得跟《甄嬛传》一样。我们会猜对方这个意思可能不是那个意思，然后我们也要摆一个姿态，说我的意思其实就好像是这个意思。猜来猜去，都用真心在猜真心，错过好多心，好浪费啊，你知道吗？好浪费啊！刚才马薇薇提的多少事情，我们为什么那么感触？因为的确，好像也有这种心情，我们说不出来，好像怕爸妈太懂事了。到底他是真懂事还是他真想要？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谈？没有说真话的习惯，都在客套。我们跟陌生人客套，我们跟亲人也客套。错过多少真心，搞了多少纠结。现在大家哭泣的理由不是为了亲情，你们在哭什么？你知道吗？哭着一辈子没有机会跟爸妈讲真话。而如果我们有一个习惯，是事情可以把它摊开来，你真正想什么说出来，他真正想什么告诉你，我们减少好多无谓。你想想看，我知道啊，你为什么不愿意送他去？因为你有一个担心，你会害怕，怕什么？怕你离开，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你懂吗？你到底是真的因为那里更好还走，还是因为我有什么地方让你不开心了？妈，你别走啊！
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你讲我改呀。可是我说不出，对不对？你用了个别的理由说妈你留下来，那妈也说不出，因为她跟他说我是真的觉得我想过自己的生活啊。他讲了你不信啊，何苦啊？为什么要把生活搞成这样？为什么要把你跟你爸的关系搞成这样？他已经讲出他要什么了，就让他选。潇潇讲得很好，他当然是开玩笑的。他说我要不让他去的原因是我要报复他。他小时候也不让我称心如意，可是大家听懂没有？他说报复，意思就是那样是让人痛苦的，懂吗？你明确的知道，当我有了自由的意志，做出了属于我的选择，却不被相信，却充满质疑，却被否定的时候是痛苦的，我们才会说那老来我报复你。那当然是开玩笑的一句话，可是你知道那是痛苦的，对不对？我完全可以理解大家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多人选正方，是因为这个题目并不是我们该不该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去。其实他一开始问的是，老人说要去的时候，你该不该答应他或支持他？所以其实如果你还记得这个题目，你就会觉得那是他的选择呀。可是讨论讨论，你就忘记这一点了，变成我们好像后半段都在讨论该不该把他送去。那不是嘛？我们又没有拿着枪架他去，他的选择。你要做的是像你爸妈小时候，如果他曾经相信过你，你就应该知道被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然后 do this again。不要让他费尽脑汁、唇焦口闭的跟你解释他要什么，不要让悲剧重复。客气了一辈子，把话现在摊白了，好不好呢？所以，如果那来自于客气，他们说的是对的。假设我们确认了他真的这是他要的，不要代替他做决定。很简单的道理，不是吗？当然我知道你有最后一点迟疑，就是我们总会觉得好像家就要有家的样子，好像老人家走了，这就不是家了。他到了养老院，那里就不是家了。不是的，家是一个想象的集合体。人在哪里可以想象出归属感，哪里就是家。社会一直在变化，未来老人家的生活也不会一样，家的形态会一直改变，而且它正在改变中。什么叫做家？我来自台北，我在台北那个家住了一辈子。我来北京的时候，我跟我妈说我要去北京了。我跟马威、建彪、钟仔，我们住在一起。工作了以后呢，我会跟建彪请假，每1、2个月我说我要回台北了。我用了“回”这个字。回了台北之后，我跟我爸妈吃饭，陪我弟看电影，待了几个礼拜，我会跟他们说，过2天妈，我要回北京了。我用的是“回北京”，回台北，又回北京，哪里是家？你的父母，他不是去养老院，他回到一个他可以自在的地方。可是你不用担心，当他每次回来的时候，也依然是用“回来”这2个字。不用说，你应该又被掰回来了，对不对？好，强大，非常强大，大家都很强大。尤其本来辩论就是件强大的事情，如果带上情感，
就会好像一波又一波的巨浪轰向我们。接下来2排的浪来了，来吧。坚决反对。范，你给我记住，你想去养老院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我告诉你。刚才志忠老师说得很清楚，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权利。可是他表明他的态度，我也要表明我的态度。我觉得很奇怪，每个人在讲的今天的事情都是父母怎么想的，我们要为父母好。可是我有没有权利得到爱？我有没有得到我父母爱的权利？我也有。我是个单身的女孩子，我爸爸非常懂事。年轻的时候，他觉得我这人狂放不羁。他问我们要什么亲子关系，我说我想要朋友关系。爸爸说好，那我就选择跟你做朋友。做了10年以后，他不太管我，经常5、6天不打个电话给我。我30几岁以后，有一天我发现我爸妈竟然大年30的晚上，他们说他们出国了。我说那我回到哪里去过年去啊？不行，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回家过年的。2个礼拜没有理他，我爸用了1个月的时间才把我哄回来。我很难受，我觉得是我忽略了，我可能没有让他意识到我有问题。我跟爸爸说，爸爸，我要跟你好好谈谈，我们聊一聊。他说好，你现在有什么问题？你不是挺好的吗？我说我不好，我非常不好，我一点也不好，我需要爸爸妈妈，我没有父爱，我没有母爱，我一个人，我没有家庭，我没有老公，我没有小孩，我现在想要爸爸妈妈。爸爸回去想了5天，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好，我错了，我现在决定做你的爸爸。爸爸又回来了，爸爸经常到我的家里来看我，给我看小猫，重新做了一个爸爸的职责。他每次都很自豪的出去跟所有的爸爸说，我这个爸爸做的特别好，我女儿跟我的所有的关系，我们都摊牌讲得非常清清楚楚。小的时候，你所有讲过的话，你不能骗我。你说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肝，我是你生命中的3/4。你今天说要去养老院，我坚决不同意。我爸爸是30几岁，还在机场拉着我的手在前面叫：“甜甜啊，我心肝肝上掉下的肉肉，你别走得太快。”我爸爸就是这种爸爸。小的时候你说我是你跟妈妈爱情的结晶，今天你想去养老院，你跟我讲我是结石吗？爸爸妈妈，你们不可以这么任性，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什么是家？我的家在哪里？我一直说得很清楚。有一年颜如晶打冠军的时候，我在后面给他写了几个字：我爱的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我只爱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就是我的家。养老院不是我家。请不要忽略我们子女的爱，我也有要求，有一份父爱母爱的权利。我要回家，回我自己家，只有爸爸妈妈的家，不许走。这颗结石好凶啊！对面有人要奇袭这枚结石。凯瑞来，我不是要奇袭，是我也想分享一个故事。在分享之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老年人在家里面的时候，因为年纪渐长，他的吞咽功能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吃东西噎着了，我们该怎么处理？当一个老年人他出现了心绞痛，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连呼吸都呼吸不上来的时候，你的面前有硝酸甘油，你的面前有阿司匹林，我们应该给他吃哪一片？当一个老年人因为出现了脑内的大出血而产生了应激性的胃溃疡而大口呕血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他？这些事情我觉得是专业的代价的问题。而我的奶奶在前年就因为最后一个问题离开了我。我记忆非常深刻啊，因为她呢长时间是有一些身体的问题，她在大量的服用阿司匹林，这个药物在一个人出现出血问题的时候会加剧这个出血情况的袭来。我听到照顾她的姑妈回来跟我形容的时候，她吓坏了。奶奶只是说我有点头晕，然后我姑妈说我帮你按摩一下你的脑袋，你别动，要不你坐起来吧，要不你喝点水吧。然后我奶奶大口的鲜血就喷到了房间里面。姑妈在第一时间打了120的电话，因为我们当时唯一的寄托就是120这样的一个急救机构，可能能够帮助我奶奶，能够让她回来。车都没有到，奶奶就走了。从那一天开始呢，我每一次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我以前是个生活服务类的节目主持人，我别的东西什么东西我可能都会走神，可是当专家老师或者医疗嘉宾突然间提到一个问题，说遇到这个问题，老年人我们应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会打起12分的注意力，我会仔细去听，我会去想，哦，原来
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可以帮他把痰液稀释出来。原来在这种情况下面，在极端的情况下，我可能可以帮他破开他的气管，让他进行一个短暂的、及时的呼吸抢救。原来我的心肺复苏要在压12次到20次之后，要对他口对口的进行3次的人工呼吸。这些东西我都在不断的积累，可是我能达到这么专业的情况吗？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不怕1万就怕万一。对于我们把家人送到养老院，或者他们想去养老院之后，情感上面的缺失，我们有1万种补偿的方式。可是当一些痛苦的疾病或者非常凶险的疾病来临的时候，那一个万一，我一点都承担不起。好，我们老师要结辩之前，我们想问一下台上的我们导师们的想法。罗老师，这件事情您现在观点是什么？其实我的家庭最近在做一个选择，要不要买一份保险？这份保险比较贵，买了之后呢，我的父母、我的爱人的父母和我，将来就可以住那家机构的养老院。我们都知道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的养老院资源会越来越珍贵，很可能会住不上，所以提前做这样的一个准备是不是有必要？但是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会住进养老院？是我的生命衰朽到不能自持的时候，我必须坐轮椅的时候，我必须24小时有人看顾的时候，我才会走那一步。否则，养老院是一系列中产阶级中年人对老年生活的虚假幻想。我给我父母在北京买了一套房，特别有一个设置，就是落地窗，前面是一条车水马龙的公路。姥姥她会愿意坐在那儿看底下人走来走去，很欢乐。她不愿意面对湖光山色和隔壁颤巍巍的王奶奶。我们老了不会喜欢那样的养老院。我们老到需要护士24小时监控的时候，湖光山色对我们屁用没有。我们只是把自己像一块肉塞进了一个冰箱的冷冻柜，我们需要保鲜，我们需要持续的还活着，但是毫无活力。有一本书我最近刚读过，叫《医学的真相》，很短一段，我恳请给大家念一下。医院让人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医院里，每一件事都按时发生，药品定时到达，床单定时更换，医生按时轮班，就连尿液都要定时用一个标有刻度的袋子收集。照顾病人的人们也能感受到这种自发性被磨灭。生命的自发性一旦进入那个冰箱，就完蛋了。所以刚才你们在辩论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假设我买了那个保险，我真会去住吗？可能不会。在场有几个创业者，胡建彪、刘楠、马东、我、张泉灵。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像台湾的王永庆先生那样，90多岁死在去美国考察新投资项目的路上。我们可能无法容忍我们像一块肉被塞进那个装上了各种器械得到完好呵护的冰箱。以上。康永哥有一次我跟别人聊天说，你们为什么不离婚？然后那个女生跟我说，
不能因为他一老，就剥夺掉他作为人的部分。老人依然是人，年轻人可以享受的做决定的事情，老人依然可以享受。老人比我们多什么？老人比我们多的就是人生的历练。你看过的东西他都看过了，而他看过的东西我们还没看过。所以我小时候很容易觉得老人过气，就是你怎么不去听五月天的演唱会呢？你怎么不看奇葩说？老人心里面想的就是第一个，我都看过了，我那个年代的五月天，我那个年代的奇葩说我都看过了。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老人的时间比我们稀罕，比我们珍贵。我们花5个小时看一场五月天的演唱会，我们不觉得浪费我们的时间。他算一下5个小时，对他们仅剩的20年来讲，珍贵很多。所以我们在跟老人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相信这一件事，就是老人已经经历过我们所在乎的事，而他们现在想要选一个他们还没有经历过的东西。你们刚刚讲的美好的家庭生活，含饴弄孙也好，家人互相争吵可是被绑在一起也好，他们都经历过了。他们经历的年数比你还多个40年、50年。然后你知道他们要再经历他们已经经历过的事情，而他们没有经历过的是在没有扮演家庭角色的打扰之下过他们自己的生活。那也许不好，可是起码是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你听说过年轻人住过养老院吗？没有吧？就我们如果脑子废了，我们衰朽了，那没有话讲。你们现在在讲的是他们已经不再构成作为一个健全的人的一部分，那没办法讨论。可如果他依然是一个健全的人，他可是比我们经历丰富的人，而他现在想要经历一件他还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你要替他做决定，说你得留在你原来的生活里，因为你只会过这种生活，你没办法应付新的生活。我认为我们剥夺了老人首先作为人的部分，所以请注意，不要剥夺老人作为人的权利。好，到导师结辩的时间，我也很好奇，还剩什么可以解？张老师，请。其实我挺喜欢这个辩题，因为它是一个真话题，它老能击中我们内心，就我们真的会挣扎的部分。很多年以前，我还在当记者的时候，我做过一个话题，关于中国已经开始面临急剧上涨的空巢老人家庭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就去了东城区的一户人家里面。后来我发现一个状况，就是，我真的相信说老人是身上有一股特殊的老人的味道，就是你去到老人家里的时候，你能闻到那一股味道。所以我会去问大夫，就说所谓的老人味儿是什么？大夫也没有给我解释。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跟老太太混得很好，我终于忍不住，我说奶奶，我说你多久时间洗一次澡呢？她犹豫了很久，然后突然告诉我说，我呀，尽量不洗澡。我愣了一下，为什么呢？她说，哎呀，就是老一个人在家，人老了，洗澡是最危险的事情。万一摔了呢？我这后半辈子，我给孩子多大负担呢？我自己的生活质量怎么办呢？这是在我整个采访当中，就给我特别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说老人对他独自在家的这个担心，会用减少洗澡来做。所以老人有很多话没有跟我们说，他战战兢兢地跟我们说我想好了，我要跟我的老伙伴去养老院的时候，他其实也许背后是这个原因，说我不想一个人在家里面，我可能会摔倒，我可能会把你们的后半辈子和我的后半辈子都卷到这一次小小的意外当中。他有很多他真的诉求。我去采访的那一年，我记得是2010年以前，那个时候大概中国空巢老人的数量是30%几。你知道今天有多少吗？超过50%。也就是说，有1半的家庭的孩子，我们是爱父母的，我们是孝顺的，但我们的确没有办法跟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在座有很多90后，你知道你们的父母老了，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空巢老人的比例是多少吗？很严格的科学的测算做出来的，你们猜有多少？90%。你得认这个数，这个数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描绘了很美好的图景，但事实就是这样，有90%的老人在2030年的时候，他们要独自生活。我以前也不太理解独自生活的老人，他们害怕什么。直到去年，我妈妈得了一次淋巴肿瘤，我爸天天陪在床前。从那个之后，我妈恢复得很好，但是他们开始很认真地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先走了，我该怎么办？这个话题很难说得下去，但至少我相信我爸是怀着巨大的恐惧。我爸是一个社交能力很好的人，非常好，以至于如果我爸2天没有去买菜，菜市场的小贩会找到我们家说：“老张怎么了？”说是不是病了？我给送点菜来。就我爸的社交能力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极其害怕老伴儿走了之后，他一个人留在家里该怎么办？白天他可以找人吹牛聊天儿，但别人回去吃晚饭了以后呢，他该怎么办？所以老人是需要他自己的社交圈的。我爸的选择是什么呢？现在大概他有半年的时间会跟我住在一起，有半年一定要回上海。跟我在一起，他要享受他完整的家庭，他有外孙，他然后很愿意听我聊这个世界上最新的事情，他拼命的记。有时候我发现我爸记笔记，我说话他记笔记，你知道吗？他为啥要记笔记呢？他为了回上海吹给他的老伙伴听，所以那半年他必须回去，就是因为他要受人敬仰，他要在小区里说：“老张，你知道的真多呀。”所以，我们不要把养老院当成一个监狱，就觉得可以出来嘛，是吧？然后他有一段时间跟你们一块儿，你有空的时间，他跟你聊聊天儿；你没空，他跟他的老伙伴吹吹牛，这就是他现在的选择。所以，真的什么对父母更好一点，我还是要不断地提醒大家去问一问这样的问题。马东老师，我特别同意全林刚才说的一句话，他说这个话题之所以弄得大家这么眼泪汪汪的，全场哭得跟鬼似的，就是因为它是个真话题。一个真话题在奇葩说这个现场就是超越输赢的，也超越立场的。大家把各种观点放到一起的时候，才是它价值的全部。然后失去了任何一方，也就都没有意义了。我就在想，刚才说实话，这是很少有的。执中和康永哥2个人发表了观点以后，没有办法说服我的一场。马薇薇放了催泪弹以后，我就拿手机就拍了康永哥哭得跟鬼似的一张照片。他是一个受西方教育长大，爱自由飞翔。我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他。执中说的话，我不能信服，是因为他说，他用了很煽情的字眼，他说，他现在回台北叫回，他回北京也叫回。但是在你妈心里面，你回北京一定不叫回，叫去。你只有回台北才叫回。如果按你所说，人的那个所在就是家的话，那养老院就是我们的家吗？全林刚才的那番话我全都听进去了，我说不出他说的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把养老院想得太好了？或者说你所说的和凯瑞所说的那些问题，在养老院就能解决吗？因为你看到的是个概率，而我妈对于我是100%，我不敢保证能解决这个问题。康永哥说我们把
老人放错了，应该是人老。我只能说那是康永哥老了以后，因为那实在太聪明和明白了。我妈不是，我妈每天看电视购物，前两天买了个包，欧洲皇室定做，原价19800，电视上卖930。我妈要是康永哥，我就会跟他说：“疯了吗？对不对？”但是，我只能跟我妈说：“真漂亮。”所以，我妈不是康永哥，你们的妈也不是。如果她是我的孩子，我可以跟直中一样说有话直说呀。但是我跟我妈说你上当了，她怎么办？她不会跟我说任何话，因为她后面那句说：“你怎么让我不上当？因为我一个人，你爸走了10年，我一个人生活，除了看电视，接触到电视购物，我怎么办？”我跟我妈生活在一起，即便是这样，我过去1礼拜也只跟我妈吃了1顿饭。咱们就不煽情了哈，我只说我的出发点。我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是关于这道话题没有输赢和对错。那没有对错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父母提出和老伙伴一起去养老的时候，我是支持和反对，就只有我的立场最重要。我的立场是什么？我的立场是为人子，我的立场是他的孩子。从这个立场出发，你的父母提出要和老伙伴一起去养老，你的第一反应只能是反对。群林老师还有1分钟。在我妈其实经历了那一场淋巴肿瘤之后，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时间的确比我们短太多了。你以前当然理性你能知道，但是你不会感性如此强烈。你知道年轻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吗？尽管我们此时不如意，但是我们还有机会。你知道老年人因为时间不多了，他们是承诺爱你，你于心何忍，非要让他们永远做你的替补？好，来，我们投票，各位请选择。3、2、1，好，停。揭晓结果之前，就轮到您了，改变了吗？支持还是反对？其实我刚刚听那个马东老师说，
看了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预设都是男的跑了，女的没跑。那这件事反过来呢？女的跑了，这个男的站那儿呢，得说跑得好，是不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公平。所谓真正灾难的面前，人人都是弱势群体，你长再多的有什么用？我觉得你该跑就是要跑。如果你能允许女生跑，请你允许男生跑。是不是？你们说的可好了啊！我们不歧视任何人，男生也可以娘娘的啊！今天我娘娘的跑掉了又不行。我们从小到大接受了很多感动式的教育啊，电视上告诉我们灾难面前有人是怎么做，有人怎么做的。在这种感动式的教育当中，我们以为人类仿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他没做到这个样子，他就是不对的。其实他做的这个样子，你更应该是感谢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爱情是一种获得式的爱情，不是索取式的爱情。他给你了，你很高兴；他没给你了，也很正常。这件事儿，感动时刻，如果发生在你男朋友或女朋友身上，他为你挺身而出，这是加分项，这不是底线。这是他做到了，你要感谢他，而不是他没做到了，你要仇恨他，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对。第三个，我这个题面还有一个词儿叫做原谅，它不是分手。我觉得大家听起来可能差不多，反正就是一个不太好的结局，我要不要原谅和要不要分手。但是仔细想想不一样。当我说，不好意思，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了，和当我说不好意思，我永远不能原谅你，这两句话的情感密度一样吗？这两句话的情感密度不一样。分手了也许代表放下了，而不原谅就是永远放不下。我不觉得放不下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特别想问他，你把它提起来干嘛呢？就 OK， 我不原谅，我一辈子都不原谅。那按你反方的道理，我永远都不原谅。所以呢，你想要他道歉，他道歉之后你原谅还是不原谅？你到底想怎样嘛？我觉得在你想不清楚怎样的情况之下，你不如就把它放下了，你就 let it go， 对吧？灾难出现了，危险出现了，这件事儿没有特别大的价值去怀念。去铭记，我觉得有很多我们灾后需要什么心理这个重新建设的这种工作，问题就在这儿，它也许是需要被忘记的。你既是慷他之慨，你也是慷自己之慨。好，那我们接下来轮到反方的，也是2辩了。郭俊这大希拉里，必杀技长得好看还学霸。首先啊，我想先反驳一下姜思达刚才的观点啊，因为他说，哎，为什么你们女人总是有双重标准？女生跑了就可以，男生跑了就不可以？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在灾难面前，如果受伤害是男生，女生跑了也是不可以的。我想请大家跟着我来想这么一个问题：你们的爱情观里有没有不能原谅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把爱情中不能原谅的事情，我们拉一个清单，我们会发现，你见死不救、弃我逃跑，一定是在这个清单处于非常顶端的位置。我其实很想原谅你啊，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我原谅了这个清单这里的位置，我该怎么不去原谅接下来的东西呢？比如说，我原谅了你见死不救、弃我逃跑，有一天你家暴我、你打我，我该不该原谅你啊？我该呀，我都死了你都没有救我，你打我2下皮肉之痛，我为什么不要原谅你？啊，有一天你把女人带回了家，我该不该原谅你？我当然应该原谅你啊！你见死不救，我生命都没了，我都原谅你。你把女人带回家，我为什么不原谅你？有一天你对我说，啊，应该保大人保孩子，我觉得应该保孩子，我该不该原谅你？该呀，这不过是你再一次见死不救吗？你觉得我命不值钱吗？那如果我原谅了这里，我会不停地原谅接下来的东西，那我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是不是让自己越来越下贱？那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的例子吗？是真的有。那民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张爱玲跟胡兰成的故事。那胡兰成当时是个大汉奸啦。那有一天呢，他走在路上，哎，就听到这个广播里说，啊，日本天皇投降了。哦，他吓得是魂飞魄散，手刀逃跑。那留下张爱玲一个人面对所有人对于汉奸夫人的讨伐。张爱玲选择了原谅他。因为张爱玲这次选择了原谅他，所以他只能去原谅胡兰成接下来种种的奇葩行为，什么找了个小三哦，什么小三怀了个孩子哦，什么
而胡兰成想要100万，张爱玲给了他，他只能去原谅接下来的事情，因为他连自己的底线都没有守住。你们知道，爱情其实是一个让我们双方都增值的过程。我本来是芸芸众生，我可以是 everyone， 对不对？我是 everybody， 但是因为我遇到了你，突然我觉得我有了价值，我是 special 的，我变成了 somebody。但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你 treat me like a nobody， 好吗？你当时跟我说，哎，你是 special 的，结果遇到了危险，你觉得你自己是 special 的了。其次，我希望你不要对我说，哎，你知道吗？我逃跑真的是本能的反应哎，因为我一害怕我就跑了，你要原谅我。那我觉得你出轨还是本能的反应嘞。你看到人家白花花的大腿你就想摸，真的没有必要跟我扯这些。我们人类为什么那么歌颂爱情？是因为爱情可以战胜很多本能的欲望和诉求。我们为什么歌颂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什么歌颂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他们战胜了自己求生的欲望。对不对？他们把生的希望能给别人，他战胜了自己。所以我知道，在逃跑这件事情上，你没有做错，但是我不能原谅你，因为我还是一个对爱情有一点点底线和一点点要求的人。我不希望我只变成一个爱情对我有要求的人，我不希望我变成爱情的奴隶。谢谢大家。全婷老师，你觉得？我怕你腰闪。好，来，永开，欢迎他。其实我觉得见死不救的那个例子有一点不太对，因为今天我们谈的是灾难面前，换句话说，如果留在那里的话，受难的不只是你，还有我。所以，与其说到底见死不救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原谅你，倒不如说，当你在面对死亡的恐惧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忘记我？那其次，在讨论原不原谅之前，我想先谈一谈，就是当伴侣手刀逃跑的时候，剩下那一个人在干嘛？如果他其实也在手刀逃跑的话，那其实也就没有原不原谅的话题了嘛，因为两个人都在手刀逃跑，没有可能逃得慢的那一个看着逃得快的那个说你凭什么跑得那么快，我不原谅你，不就很奇怪吗？所以我觉得讨论今天这个辩题有一个前提，就是必然是灾难发生的时候有一方逃不了，而另外一方可以逃，而他选择逃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原谅他？大家听到这个情境，肯定第一反应就很愤怒，想说怎么可以逃？那真是一个人渣。可是换另外一个情境想象一下，如果今天灾难发生了，你不能逃，而你另外一半可以逃，他选择不逃，这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不会劝他不要留下来？你会不会希望至少他可以活下来？你会不会劝他离开？不要这么傻，不要为我做这个傻事，陪我一起面对灾难。你会不会希望，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的话，我希望那一个人可以是你？可请问一下，为什么当你的伴侣真的手刀逃跑的时候，冲进你的脑袋里面的第一个念头，不会想说哦，幸亏你可以逃离险境，而是想说，你怎么就逃走了呢？我绝不原谅你。这不好像我们中国人吃饭喜欢抢单一样吗？嘴上里面我们说来我来付了，我来付，我来付，然后对方说好啊，你付，你想干。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心中会有不原谅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不原谅的搞不好其实不是对方，我们不原谅的是那一个没有办法全心全意为对方担心的自己，这是我们所不原谅的。好。坦白说，就今天这个辩题，其实我可能是在座各位少数几个比较能够理解那种就是面对伴侣手刀逃跑的那个感觉的那一个人，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曾经面对伴侣逃跑过。那现实没有那么戏剧，就是我们没有遇到地震，我们没有遇到火灾，然后也没有遇到强盗，我们遇到的那一个灾难叫做我有抑郁症。可能在你们眼中就是有抑郁症就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可是你们要知道，一对情侣当中其实有其中一方有抑郁症，对于两个人而言其实都是一场灾难。对于抑郁症的当事人来说，他会无时无刻的去承担突如其来的情绪不稳定的那种痛苦，或者他无时无刻都在担心对方会不会因为他的情绪不稳定而被吓跑。而对于陪伴他那一个人而言，
他需要面对另外一半突如其来的崩溃以及突如其来的失联，区别只是抑郁症的当事人他没办法逃，而陪他那个人有办法逃。而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吧，我的另外一半选择走了。在发生的当下，我没有那么大度，我没有立刻原谅他，相反，我脑海里面闪现出很多次凭什么？凭什么走不出去的人是我，而你可以离开？凭什么留下来受苦受难的是我，而你可以离开我，然后过你自己的生活？甚至我会有一点自私的希望，你可不可以就留下来陪我，哪怕陪我受苦也好。然后这样的思绪一直重复了很多次，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短信，是我的前任发给我的。大意就是他其实这一阵子都有关注我的动态，那他知道我其实这一阵子过得很难过。然后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他说，如果恨我可以让你过得舒服，感觉到舒服一点点的话，那你就恨我吧，没关系的。然后看到那封短信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了一件事情：恨他有让我变得舒服一点点吗？坦白说没有。恨没有像副手说的那样，就是让我获得救赎，相反，它延长了我的痛苦，甚至盖过了我的幸福的瞬间。我在选择不原谅他的那一刹那，我那一段时间的状态其实就仿佛定格在他抛弃我的那一刹那，一直不断的重复的轮回，而且走不出来。而且甚至轮回到我也忘记那个逃走抛弃我的那一个人，我们曾经有过快乐的时光，我们有过相爱的时光。而我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当下，除了被抛下的我很痛苦以外，其实丢下我的那一个他，其实他也不好受。也许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也曾经想起抛下过一个自己深爱的人，然后选择让他独自面对痛苦，他觉得很自责。在看到那封短信当下，我其实不太需要骂他，因为我知道他心里搞不好已经骂过自己无数回。所以当下我告诉他没关系的。可是我知道这一句没关系，其实救了另外一个也在悬崖边上的人。这件事情坦白说发生了，对于在那面前的两个人来说，其实都是一场悲剧，无论是被抛下的，或者是选择离开的人。可是我选择用没关系这3个字，希望可以给这个悲剧画上一个句号。我不希望用恨这一个挂钩继续挂住他，继续挂住我自己。我希望我可以放过彼此，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看法。不好意思，还好。永开很棒哎，永开其实能够今天这样很勇敢的分享和可以再回忆这件事情，说明他真的放过了。我觉得放过是一个，你就开始喝，我们还在这边感动的要死，他已经开始喝酸牛奶了。但我真的觉得，其实恨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决很多事情，啊，当然放过没有那么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反方可以抓住的一点，对吧？好，来，丙大夫。大家好，我是丙中心。丙中心没卸过黑老大腿的段子手不是个好医生。必杀技，我上过3000台手术。然后刚才其实听到永开分享他的就是当年的经历，还是让我很有感触的。因为突然听到他讲忧郁症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伤痕可以这么深。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作为一个医生嘛，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中知道，本能反应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遇到危险，难道逃跑是唯一的选择吗 ？OK， 那我今天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No。我们大脑中有一个叫做边缘系统的一个部分，然后在我们遇到了危险或者危难的时候，它第一会启动一个防御的机制。这个防御机制不是逃跑，而是叫做冻结反应。我们在大街上，你和你的女朋友碰到了一个歹徒向你跑过来，你像一个呆子一样冻结住了，你整个懵掉了，你傻掉了，你浑身肾上腺素分泌，然后你的腿、你的手绷紧了。
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实际上你在用很短的时间去做一个判断和一个选择。你的进化基因告诉你逃跑或者战斗，所以说你是有选择的，不是没有选择。当你面对危险的时候，你逃跑不是本能反应，而是你经过判断和分析之后做出的一个决定。你决定要抛弃你曾经说过那些山盟海誓不离不弃话的那个人，你做了一个决定要抛弃他。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原谅他吗？我们都听说过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吧？你真的不知道一段严重的危机创伤会给你的心灵留下多大的伤痕。那就像我们看过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一样，那对母女啊，虽然只经历了23秒的浩劫，但是他们却用32年才修复了这段关系。32年啊，是那么轻易就能去原谅的事情吗？而且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经常会有身边的人说，世界上有什么事是撸一顿烤串不能解决的呢？如果有，那就撸2顿好了。但是这样的吗？是那样你说的轻描淡写的伤痕吗？其实不是的。你面对了这么大的创伤，这么大的心理的灾难的时候，你会产生很多的心理的障碍。那这种心理的障碍实际上是心理学的一个范畴，叫做创伤后的一个应激的症候群。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干嘛呀？就像我们缝合一个伤口一样，你需要一个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处理。那么这样的伤痕、严重的创伤，你也一样需要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来帮你做决定，而不是简单的你说原谅就能放下的事情。简单的说原谅不原谅都太轻描淡写了，所以说不应该原谅，就是不要轻易的去原谅。谢谢。那到2排的自由发言时间，来，欧阳超。对方辩友，浪都这么高了，你居然还在想该不该原谅他呢？真是淡定到被野狗围攻也要当成集3000宠爱于一身。又想伴侣温柔体贴，又想他像大猩猩一样勇猛，太吹毛求疵了吧？危险之所以叫危险，就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搞不定嘛。同志们，尤其是女同志们，能不能少看一点不切实际的英雄救美的剧，然后开始干巴巴的在那里等，多看一点警察叔叔呕心沥血写作的自救逃生手册啊！你看看你伴侣，就可以在危机之时镇定自若地摆动双臂，这不就是逃生技能的体现吗？好，补补胳膊。他手当说他刚刚挥了一下，是不是？他跟上，然后说这边跟上，跟上，太好笑了。潇潇，首先呢，对面一直在强调让我们放下，放下，我就不知道我拿起来什么了，你们知道吗？哎，我跟他分手，我不原谅他，我离开他，我才是真的放下。我原谅了他，我继续跟他过日子，我才会带着一份恨吧，朋友们。然后呢，对面一直好像觉得我们这边一直拿爱情在说事儿。现在我不跟你们讲爱情，我为什么不原谅他？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礼貌。我大学呀就交了一群就是特别不怕惹事儿的朋友。我每次出去，我跟他们千叮咛万嘱咐，我说我们别惹事儿。我说你看我这穿的带着这脸，这对，我说你别惹事儿。我说你们惹事儿真的是就是万一把我挠了，就是我，而且我又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我也不能帮你们干什么。遇到危险了吧？我虽然打不过嘛，我象征性要去抓2把头发，对不对？是不是？这是不是有礼貌？我打不过，我去抓2把头发。08年的时候，地震的时候，我们刚好在上课。
然后我们同学对大家都是手刀逃跑，我朋友多耿直啊，背着书包手刀逃跑，还说乖乖你快点，在爪子。你看，哎，大家在这么危险的时候还记得回个头装个，哎。不管是我的同学还是我的朋友，是不是？你作为我的爱人，你连个都不愿意帮我做。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有素质的人，不管在多危险的时候，都会记得装。没礼貌。陈明儿来，我觉得要解释一下啊。真实的这种情况跟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真的没有任何关系。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之后想了很久的一件事情，是去年发生在清明节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上坟，我和我爸爸还有我哥哥，我们去上坟，很干燥，烧的纸被风吹到了后面的草丛里。我一看那个火在大概3秒左右的时间，就一个火星噌，大概有一个小1平米左右的那个草就已经燃起来了。我那一瞬间脑海中划过了无数个解决方案。我是在生活中是个有那种选择恐惧症的人，我有时候想很多，就那种自诩为特理性，但是我手脚一动没动，就是刚才医生说特别对，冻结反应。大概2、3秒我就傻住了。我说，哎，火怎么灭？水，哎，盖，棉被，哎，拿什么东西？他是收身子没动，尿。何老师冻结反应之后特别本能，我事后想了很久，我才发现，真的要看性格。在那一瞬间，我的堂兄就看到那个火的时候就开始退了，然后在大概3到5秒之后，他已经离开我们10来米远了。我爸呢，也就是那一瞬间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唰就把那件他身上穿的一件皮衣脱了。那件衣服是我去年过年买给他的，非常还比较贵。基本上是他这辈子穿过的最贵的衣服。我买给他之后，那接下来2个月他没怎么脱过，因为他走到哪他就会说这我儿子买的，特自豪。那一瞬间，他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反应，他啪就把那件衣服脱下来，空就已经盖上面了，然后上面的皮一下就卷起来了，这个褐色就变成黑色就卷了。我当时特心疼，然后开始他跳上去踩。我爸是个警察，我之前讲他30多年的警察，这是他的性格。说实话，中间他退休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就是可能家里一个慢慢老去的一个父亲。但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这辈子也做不到。他那一瞬间啪就扑上去了，然后我那个堂兄就退回去了。我会不会由此觉得他怎么都不管我们的亲人呢？何止爱人呢？也不会，因为我知道我那个堂兄的性格，他就是个谨慎的人，他是个特别优柔的人。遇到这件事情他就会退，但是他不是一无是处。这种谨慎在生活中的另一方面，他就是执行力特别强，交给他什么事特别靠谱。我爸这种你看起来很勇敢是，但是说实话，生活中他吵我妈吵得特别多，因为这种勇敢在某些生活语境中，他有时候跟鲁莽或者粗鲁也只有一线之隔。每一个不同的人在那种特定时刻都有各自的性格，那一瞬间发生的那几秒钟的事情，你由此来判断爱或是不爱，这是一个非常粗暴的判断。就由他一个5秒的反应就不原谅一个人一辈子，太粗暴了一点。谢谢。在导师结辩之前，我们问一下，那不下场辩论的导师有什么想要补充的？罗老师，您先。对不起，我觉得世界上有3种东西一定要绕过，就是疯狗、狗屎和人渣。这不是一种东西吗？在你那儿是一种东西吧？我们的生命太珍贵了，我们没有机会把自己搞得特别狼狈，然后还能翻盘再来。所以遇到那样的人，那就我原谅你，但是我能不跟你搞在一起吗？这是我的基本态度。不跟你搞在一起才是最大的不原谅。全林老师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跟你们分享一点这个人生经验啊。最重要的，我要跟马娟叶说的，你原来爱情小说看太多了，就你看了特别多的爱情小说之后，你就会经常被灌输说，爱情是没有原因的，爱情是没有条件的，爱情是不求回报的。但事实上啊，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人性的话，其实所有成熟的爱情关系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未必是回馈，在真正的很深的心理层面，我通过爱你
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是人很底层的一个心理需求。即便你在一个网吧的背后去给他买饭，他沉溺在那里面的时候，其实你仔细想，一定有某种原因让你站在了那个地方。我未必要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一定要告诉你，千万不要天天把这句话罩在自己的头顶，说爱情就是没有理由的，爱情就是不需要回报的，爱情就是没有条件的。这会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你未来的幸福的可能性。另外，我跟思达说的是，你偷换了一个概念，就是你在飞机上的时候，如果我要救边上的孩子，我要首先戴上自己的脸罩。这个规定是为了让妈妈更好的来救自己的孩子，而不是为了让他手刀逃跑不管你。好，我们把这个面罩的情景对应到手刀逃跑的场景里，这叫什么？是我一旦拿到面罩，我就深呼吸，深呼吸，让我更多的氧气，但是我不记得给你戴上那个面罩。包括刚才欧阳，你在那样逃跑的时候，你还挥了一下，因为那是一个本能，说跑啊。你未必要在那个时候拉上我的手，你哪怕一回头说跑啊，我都认为其实你尽到了你的义务。但如果你都没有一回头说跑啊，请问，如果你只是马东，我原谅你啊，你对我没有这个义务啊。但是你是我的伴侣啊，伴侣啊，伴侣啊，我要你干什么呀？是吗？我要你干什么呀？所以这就是我的基本态度，这个人是绝对不能再过了。但是，我选择原谅他。为什么？因为只有彻底原谅他，我才彻底放下他。我采取原谅他，来对他说，我的心里没你了，我不用恨你，我不用在乎你，我原谅你，所以我跟你没关系。田玲老师奇袭了正方每一个人，然后说出了正方的观点。好，我们导师来结辩，我们欢迎康永哥。1995年，我跟当时交往的人呢，第一次一起出去旅行，就遇上了神户大地震。当时出我的第一本书，我把我在神户的朋友找来，然后我把很多个想好的书名铺在地上，跟我的朋友还有一起旅行的人，我们就在那边选哪一个书名看起来最吸引人。之后呢，神户地震就发生了。发生的那一瞬间，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其实没有办法手刀逃跑哈，我得，你们认得我的人知道我动作没有那么敏捷，所以我当时就感觉到地震，而且是我没有遇过的巨大的地震。然后我看到一个衣柜就直接倒下来，要打到我的朋友的身上来，然后我就跑过去把他推开，然后衣橱就倒在地上，扎在他本来睡觉的榻榻米上面，所以算是救了他一命。他当时非常惊讶我怎么会做这件事情，我也很惊讶，我不知道我会做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想象手刀逃跑是怎么回事哈。就如果你有那个反应手刀逃跑，如果你是那么敏捷的人，你一定有办法拉他一把，就是不差那0.1秒的时间。所以我事后回想，如果那一次我手刀逃跑没有把他推开被那个衣橱扎到的机会的话，我们两个彼此都会变得很尴尬。我会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他也会没有办法原谅我，我们会有一个疙瘩在。幸好我做了这件事情，我们逃过了这个考验。回过头来讲今天的题目，在座的每一个人说，我原谅他，我就放下了。讲过这句话的人，夜深人静，扪心自问，只要有1秒钟回想起这件事，你就没有放下。所以对方一直指控我们不原谅是恨，我今天的立场不是这样，我今天的不原谅是没有办法，而不是不愿意。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以德报怨，何以报之？
抛弃你的人你原谅他，那留下来陪伴你的人算什么？你要如何回报他的爱？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投下了该原谅这3个字，你就给了有这种遭遇的人一个压力，他原谅不了，可是他被你说我该，所以我只好假装说我原谅，我放下了。作为一个好的人应该要这样，可是我做不到。所以我今天站在这一边，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我认为放下是坏事，只是原谅是骗不了人的。我们中国的诗很动人，当中有4句我很喜欢的诗是：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什么是来日大难？就是我们有一天会死。他写是2个年轻的恋人开心的抱在一起的时候，想到有一天我们会死，忽然口燥唇干，觉得人生好残酷啊。下一句他写的是今日相乐，皆当喜欢，就是今天我们2个还在一起，互相喜欢彼此，我们就应该感觉到很快乐很高兴。我们中国人说老来伴，就是我们甚至不是情侣，老来就是一个伴，伴侣就是陪伴在你身边的才叫做伴侣。而来日大难就是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能够想象有一个老先生卧病在床，然后老太太说你快死了，我要走了。这也许可以被原谅，因为老太太也许很害怕，不想要面对死亡的情境。可是你觉得躺在床上那个老先生，你会去指着他说你该原谅你的伴侣哦，因为大难来了，每个人只能够顾自己。就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讲的是残酷的真相，不是讲的事实应该如此。所以我今天站在这一方的立场跟你们说，伴侣手刀逃跑不该原谅，而且来日大难我们都逃不过。你海啸会跑，森林大火会跑，地震会跑，都是因为怕死掉，而死是一定会来的。如果你忍受了他在快死掉的时候就离你而去，当你真正要死的时候，你想一下伴侣离你而去，那还有伴侣存在的意义吗？谢谢。你有必要吗？搞到这么大，魂穿，来不来就说死，都会死啊。但既然都会死，那就不要求生了。那只要有力气拿起枪的时候就把自己崩了算了，不是这样的。那个大难是最终的大难，它必然到来，但不意味着这个我们就不生。我觉得这个是2个事儿。第二是康永哥一直在说不该原谅，但是你知道他有好多怨恨在这4个字里面，难道这就是您所说的今日相乐，皆当欢喜吗？恐怕也未必。逃跑那是人的本能反应，但是我所说的本能反应跟傅首尔说的本能反应不是一回事儿。我说的是本能的应激反应，就是我面对一个突如其来的危险的时候，我跑是我的天性。我因为爱你，经过思考，那是我的人性。所以我们讨论的是在那个瞬间人性和天性的博弈。我们有不跑的天性是什么？如果面对你的是你的孩子，你没法跑，因为你承担不了那个后果。你的对他的天性会覆盖你想逃跑的天性，会覆盖你趋利避害的天性。你们看过一个电影叫《保镖》 ，Kevin Costner 是一个久经训练的保镖，然后 Whitney Houston 是一个摇滚巨星，然后他去给他当保镖。他不喜欢他，但是他会用身体挡在他面前挡那个子弹，这是训练的结果。当一个消防战士面对火海的时候能够往里走，是训练的结果。但我们没有这个训练，那我们的应激反应难道值得谴责吗？人性和天性做斗争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人性对还是天性对。郭俊告诉我们，你人生当中一定有那些不能原谅的事儿，我也有，我一生当中绝不能原谅的，比如劈腿，比如背叛，比如上厕所不洗手，都可以。但是那是事前，事后，你真的会有一个一辈子都不原谅的人吗？在座这么多观众，2万多人，你们心中到现在有谁是你确定这辈子你都不会原谅的人吗？有的，你举举手。有一个。这么多人当中，有一位举起了手，他很勇敢，谢谢你，因为你一定有一个坎儿没有过去，你原谅的那个人是他吗？原谅这个话题是整个这道辩题的核心，它指的不是原谅别人，是原谅你自己。无论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样，其实你都只有原谅你自己。我觉得真的原谅才是整个这道题最重要的那个地方。傅首尔是一个不原谅的人，我特别想问，你说你不原谅你老公之后呢？你是抽他，还是骂他？只要你不是宰了他，你都是在寻找原谅他的方式，对吗？以重建你的内心世界，达到你的平衡。所以，该不该原谅，不是最重要的。原谅是一个必然的东西，没那么多值得讨论的。康永哥，我帮您计时1分钟。妹妹掉下了眼泪，好，有一点感慨。我们都有这样子的时刻，会想到一个我们过不去的一件事或者一个人。马东刚刚讲那个东西不叫做原谅，叫做算了。我们活久了的时候，会觉得累。